在媒体前跟你装出恩爱的样子，我认为是谎言，跟大家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大家好，我是姐夫。今天我要再来针对王力宏的婚变事件提出一些大家在吃瓜时没有想到的细节，同时我也以自己是王力宏的角度提出我可以想到的解决方式，提供给王力宏。如果这则影片他可以看到的话，那是最好的咯。先说结论，就像第一则一样，我觉得王力宏太笨，而李静蕾心机太重。王力宏目前已经隔离结束，目前回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经过了这么煎熬的一周，他应该也想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或者是说法来对付李静蕾。先说明我的假设基础是在于王力宏跟李静蕾已经彻底决裂，那么反击也就是一种正当防卫。如果王力宏举证李静蕾的种种不是，我想他可能又要再重击一次了。为什么？第一，如果你举证对方的不是，媒体会有两种攻击的方式。因为你错在先，不能怪妻子也跟进吧。李静蕾那就再得1分，王力宏再扣1分。第二，如果王力宏的金牛座性格是用沉默或概括承受一切来面对李静蕾的指控，除了在歌迷的心目中变成一个懦夫之外，李静蕾再得1分，可能还外加更多的财产。说得夸张一点，目前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王力宏出面说点什么。但是不善言辞的王力宏有可能跟当年的阿基师一样，说出一些令人翻白眼的说法。艺人通常面对这么重大的新闻事件，一定都会有公关团队来拟稿、沙盘推演，做到尽善尽美。但是目前这一题无解，为什么？因为王力宏的公关团队不就是李静蕾吗？目前王力宏就是在跟他最信任的那个公关团队来做终极对决，我认为赢的机会可能微乎其微哦。之前我们有提到手机内容的问题，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当王力宏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的手机会交给谁来保管？那如果你有 iPhone 的话，我相信简讯一来，不用点开你就大概可以看得到大致的内容。所以李静蕾的证据来的一点都不违法，不是吗？我认同每个公众人物都需要以身作则，但是王力宏是天王，他也是人呢。大家在看到他帅气有才的表面之外，他一样还是一个人，而且甚至他是一个不修边幅而且邋遢的平凡人。而我们说他招妓，他有不付钱吗？他一样有付钱啊。虽然招妓是事实，它其实也是一种解决性欲的方式。但是在这8年间，他有爱上其他人吗？那么至少我们在目前得到的资讯上是没有。再说，以往约炮的往事，让李静蕾觉得不舒服。Come on， 现在是21世纪了，婚前性行为虽然搬上台面来说，对一些保守人士听起来还是很刺耳，但这不都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吗？最后，关于李静蕾在发文里面提出来的5个问题，假如我是王力宏，我会怎么回答呢？好，我们就来模拟一下好了，也提供王力宏做了个参考。第一，招妓行为，请问你承不承认？承认。是否承认婚前就有很多不同朋友约炮的习惯，甚至有劈腿的事实？假如我是王力宏，我一定说，我承认。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我也想请媒体不要再去打扰当事人。第三，依据你不爱我的状况之下，要我帮你生完2胎、3胎，一生完儿子就以各种方式逼迫我离婚。请问这是你做人道德的标准吗？我的回答是，因为这一题牵扯到可能私下的问题，所以我要请问李静蕾，你是指哪种方式逼迫你离婚？请提出3种。第4题，在家装监视器是给你看小孩，但我要求你1人的时候再开启，你说尽量。
这怎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好，假如我是王力宏，我的回答会是：这是让大家看到在家带小孩的你是有多么的贤惠。请问你不是我的公关主任吗？这是最佳的公关时机，不是吗？你说选择公开声明，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到话的方式。那为什么我打无数次的电话跟简讯你都不回呢？对于满口的谎言，你是不是要道歉？如果我是王力宏，我会说，金牛座假如对一个人彻底死心的话，他是非常绝情的。那么你说我满口谎言是否要道歉？我觉得应该是要道歉。那么我要道歉的是，我对于在媒体前跟你装出恩爱的样子，我认为是谎言。我跟大众道歉，我跟大家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其实我觉得王力宏不应该再拖时间了，能多快就多快的出来开记者会跟大家说明。其实王家的学霸形象也不用再顾了，因为错的是王力宏自己，跟学霸世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清楚的交代当初你娶李静蕾的原因。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不妨就直接call out给李静蕾，请他跟大家也一起说明白。我想这点就够了。剩下的财产、小孩问题，就请媒体先暂时放过你们。你们私底下做好协调之后，再一起公布给媒体知道就好了。那么整件事大致上就可以完整的落幕了，不是吗？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同意我的说法，就请在下面留言表示你的同意。那如果不同意也没有关系，也可以留下您的意见，之后我们也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那我们下支影片见。